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我们会员影片的第4期，然后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要讲吴康仁，来，这是我们的老演员萨拉米啊，然后喝我们的白葡萄酒。哎，你的杯子怎么跟我这不一样啊？我这牛逼的杯子。水果，我们今天吃 kiwi berry， 我要好好讲一下这个呢。是我非常爱吃的，每年非常难买，在美国就只能好像只有1-2个礼拜，我得跑遍各大超市才能买到这个 kiwi berry。它的名字呢就叫奇异莓。为什么它叫奇异莓呢？它里面长得和奇异果一模一样，内部结构其实和猕猴桃是一样的，外边一层绿的，中间一圈籽儿，然后里边再是一个黄色的芯儿。它吃起来味道和奇异果也差不多，但是它是小型的，然后外皮它是光滑的，可以整个塞到嘴巴里吃，还蛮神奇的，我觉得还蛮好吃的。它是那种酸酸甜甜的，我觉得好吃，维生素含量极高。来吧，我们今天搁中间呗，我也吃啊，不能光你吃啊。行，你吃吧。为啥要聊吴康仁啊？我那天刚在直播里说，我说我太喜欢吴康仁了，太爱吴康仁了，然后他就签约了大陆的经纪公司。他都已经去上海了，9月底就去上海了。已经去了吗？今天我们就来发表一下我们的拙见哈，对于他签大陆经纪公司的这件事儿，我们谈一下看法吧。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。首先，我作为吴康仁的忠实粉丝，我对这件事是表示担忧，非常之担忧。你有什么可担忧的？你看，就是历届去大陆发展的就是演员，到最后都不是特别好，像明道。明道之前也是特别火，然后突然间也是在巅峰时期到了大陆。对，他拍那个台湾最火那个是王子变青蛙还是什么？王子变青蛙还是王子青蛙什么？对，跟陈乔恩那个嘛。好像一到大陆就不好了。明道都有儿子了，那个陈乔恩前2天结婚，然后他带着儿子去的。没通知你啊？他和明道还蛮熟的。为什么说就我们表示担忧啊？因为政治原因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敏感的一个话题哈。像吴康仁他现在在台湾是属于巅峰时期了。对啊，金马影帝啊。对啊，各种奖也都拿了，然后也感觉是扛把子的男1号了吧。然后在这个顶峰时期去大陆发展，当然我觉得他肯定能赚到钱，他一定是能赚到钱的。这个事儿咱们分开而论。首先，吴康仁的年龄已经40多岁了。他40多了吗？他是80年还是82年吧？是80年代啊，80年代初的。他看着很年轻啊。对，他已经40多岁了，演艺生涯的生命力其实是有限的了。但是他如果演得好的话，其实他年龄大了，也有很多的角色可以。年龄大了就戏路越来越窄了嘛。因为你比如说我这个20到40岁这个年龄段的是黄金年龄。对，是黄金年龄段。第二呢，就是说我已经获得金马影帝了，就我的事业其实在台湾已经是到头了，天花板了。对，到达巅峰状态了。因为台湾市场它毕竟有限嘛，它如果在台湾继续发展下去，它其实无非就是说，可能我以前可能1年有8个戏来找我，现在可能1年有30个戏来找我，我的选择性会多一些。但是1年你最多也就拍3部戏。对，但是我怎么选择也就这样了。就是从经济效益来考虑，那去大陆这个是无可非议的。因为大陆市场那么大，大陆的戏那么多，你肯定是去大陆拍戏赚钱嘛。你可以上综艺啊，你可以接代言呐、广告啊，的收入肯定是比在台湾要多得多得多，这是肯定的。而且大陆你这个经纪公司既然能和他签下这个合同来，就一定不会亏待他的，一定是有一个非常好的经济保证的。对啊，因为大陆经纪公司，我签一个金马影帝，跟我签一个从0开始的艺人条件是不一样的。我一定是给你承诺了嘛，就是我承诺，我起码我1年我保底，就是我保你有多少钱的收入，然后另外的收入再怎么分账。就是一般签经纪人都是比如说签10年，或者说签5年，那他可能是第1年抽的比例会多一些，然后逐渐的递减。那我要保证像他这种成熟已经很棒的演员，就我要给你一个保底收入。所以呢，起码就是说，作为吴康仁来讲，他收入是肯定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证的，而且肯定要比他这个保证赚得多得多。因为经纪公司是干什么？经纪公司把艺人当成就是一个赚钱的工具嘛，经纪公司是要赚钱的嘛。对。
那我赚钱，那我比如说我承诺你，比如说我1年承诺你，你有2个亿的收入，那我必须可能我要达到收入达到4个亿，就是我是你的2倍、3倍甚至10倍，我经纪公司才赚钱的，把它的价值发挥到最大。对，你恨不能1分钟掰成3分钟用。一个艺人1年拍2到3个戏就已经是一个很厉害到头了，因为你这是高效率、高水准。一个戏你差不多得4、5个月嘛，一个电影可能得6、7个月、7、8个月，甚至更长的时间。有的电影可能1年才拍完。但是你在大陆，你就能尬戏。对，你就这个说法就没有。你说你1年拍10个戏能拍，你拍15个戏也能拍，咱们就尬戏呗。就你今天经纪人会把你这个时间安排的满满的，你可能这个月说现在12月份。你可能1号到10号在这个组，10号到15号在那个组之间，然后你还有综艺节目，什么演唱会啊、活动啊、什么代言呐、你会有非常非常丰富多的，所以就会把这个签约期间的这个时间利用到最大化，对，价值最大化，那你就一定是你的收益会很好的。那作为一个40多岁的艺人来讲，那我的生命力，其实我的这个艺人生命周期是有限的了。那我在有限的这个时间里边，我为什么不去赚钱了？就我已经是通过了20年把我经营到现在这个状态了。但是我就很怕什么？我理解你说的，就是现在这个时候，他在台湾已经是达到了巅峰。其实说句实话，他没有办法再突破自己了，没有办法再往上走了。那他现在切到大陆，我赚钱没有无可厚非。但是大陆的运作模式推上来以后，他就没有时间去打磨这个角色，他没有时间去把这个戏演到他现在这么好。因为其实吴康仁在大陆网友的眼里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演员，就只要有人说到吴康仁，都喜欢他，都知道台湾有这么一个特别牛逼的艺人。复读青年好像最近在大陆在上映。哎呀妈呀，复读青年我看了，我是在去台湾的那个飞机上看的，我在飞机上哭得呜呜的。就他和那个就在监狱里和那个师傅吧，一句话没有，哭得我演的是真棒。但我觉得他在大陆，就是咱们刚才说的，你要两面想这个问题。从一个艺人发展的角度来讲，那他去大陆，我不认为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为什么呢？就是说从赚钱上，这个已经是就是无可非议了啊，就肯定是赚钱嘛。那从发展的角度来讲，我为什么觉得他不是一个？首先就是说，他可能接不到那种很大的戏，就是非常非常大投入的戏。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因为就是这个政治问题，是一个最大头的问题，这个永远是在前面的，永远大于一切的。对，所以大的制作的项目肯定不可能找他做男一的。对，因为他会有一个风险保障嘛。如果你是男2号，我可以用换脸啊，我可以把它换了呀，我可以再重新拍后置啊。但是你要是男1号，那我用换脸的技术，那就像以前用韩国演员，突然韩国演员不能用了。对，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。你知道死了多少的戏啊？就全是那时候戏全是2、3个亿的投资啊，就现在就是血本无归啊。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风险现实问题。所以就是大的制作肯定是不可能找上他也不可能当男1号。对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，他在大陆其实你喜欢，他喜欢，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他。谁不喜欢？谁不喜欢站出来？演员啊，有2类演员，一种是流量演员，流量明星。他为什么是流量明星？是因为太多人喜欢他了，所以他才能成为流量明星。但是流量明星的花期很短。对，就是花期很短。第一，所以演绎不行。这就是为什么流量明星会出现尬戏。今天上午在这个剧组，下午在这个剧组，中午在这个剧组，你都不知道演的是什么。对，就大陆那么多流量明星，就是可能拍一个古装剧，啪就火了。那天说一个什么演员啊，说以前刚拍他的时候，好像一部戏是40万、50万人民币，现在都是2000万人民币了，隔了1年就因为一部戏变成2000万人民币了。所以这就是流量明星，他只在乎他能在短期2、3年挣到钱，就眼下的。对，所以他没有时间去打磨你的演技，对，没有时间去读剧本，没有时间去学习。他不是没有，是因为他没有那个功力。不是说所有的流量明星他就一定是有那个做演员那个功力的。你像吴康仁是属于，我觉得他属于实力派演员，实力派演员。他不算那种大众偶像派，你知道，他属于实力派演员。你知道实力派演员为什么管他叫实力派演员？是因为
他在选角色，他在选剧本，适不适合自己。每个演员都有一个点，这个点是他演员自身觉得很舒服的一个点，他就不乱接戏。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我只接受，我觉得这个角色，那这个人物能够打动我，那我这个点正好跟这个角色能够不谋而合了，我才去拍这个东西。那我拍出来当然就好了，因为这个点是我最舒服的。所以那就是说变成了他1年2年可能我只接很少的戏，但我其他的收入可能是靠什么大品牌代言呐，那些世界奢侈品的代言呐，是靠这些的收入了。但是你说吴慷仁作为一个台湾演员，他去大陆了，那他去了以后，他就没有办法，他在大陆还像在台，因为我相信他在台湾接戏也是这样，他一定会找一个舒服的点，就是这个角色适合我才接，不适合我不接。对。但是大陆就不一样，大陆你有经纪公司了，你有经纪人了，签约了以后，你经纪人就你的决策权就变得很少了，变得少了。对，你的当然你会有决策权，但是你会变得很少了。你的大部分是你的经理人、你的老板决定你的接什么东西。那我作为老板来讲，说这个角色给我1个亿，那个角色给我3000万，那我当然选这个1个亿的角色了，是不是？因为但这个角色不一定适合他。对，因为他这个年龄，大陆已经不需，就是经纪公司已经不需要说我再把你怎么提升，就是你去了我就是赚钱了嘛。你不像说我培养一个新的人，我从零开始培养的，那我会有个上升期，我会帮你选择，什么东西适合你，什么东西，因为我是要经营你，把你经营多少年。而且他本身他的这个实力在了，经纪公司会觉得给你个叫花子角色你都能给我演好。对，也确实他能演好，他肯定是能演好的，但是就这个角色他不一定会自己就是他觉得舒服那个点，对，不一定他自己喜欢的那个。那第二个就是说他是有唯一性。对，就是吴慷仁这3个字在台湾，它就是一个标签。你比如说，就是没有人能代替他的。对我李安导演拍一个戏，我觉得就是吴慷仁，我就要去找吴慷仁。你吴慷仁今年没有档期，我可以等你，等你明年，等你后年，没问题。但是大陆不一样，大陆拍一个戏是我要有商业价值，我这个戏我要速把它拍成，速赚钱。所以那我可能我的选择性，因为大陆它就没有唯一性了嘛。大陆最近其实说句实话，出了一批很棒的演员。就是你让我现在想想，就是比如说有一个角色让吴慷仁演，或者是让就新出的这几个我非常喜欢的这个演员演，其实我说句实话没有区别，他不是唯一的，因为在大陆演员太多了。对啊，大陆拍戏是说我这一个大制作下来，我男1号，我啪一列，我列了10个男1号。全是1线的，对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谁有档期？你有档期吗？你多少钱？你有档期吧？你多少钱？好，你有档期，你便宜，你来了以后，比如说你不适合我这个角色，没问题，我剧本给你改，我根据你的特征，我根据你的个性、人物个性，我来往你身上靠。这就是大陆制作的一个弊病。这是大陆制作的一个问题，很大的一个问题。因为我觉得他是以赚钱为目的，他可以2、3个月出一个剧本。对，你甚至剧本没出完你就开拍。编剧团队在剧组住着，然后我开机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一个30边拍边改，边拍边改。对，边拍边改那是好的。我开机的时候我才有10集剧本。是为什么？因为演员档期的问题，这个演员只有这个月有时间，那我没办法，我就开机了。开机了好，编剧继续写。那你说这一个剧本从写到拍，你都没有打磨，为什么现在没有能看了好的剧？就有，当然肯定是有的哈，但是就是大部分95%的戏你都没法看，因为全都是草台班子。对啊，都觉得这事儿能赚钱，所以一窝蜂的去拍，但是其实你没有这个金刚钻，你就揽了这个瓷器活。演员不行。编剧不行，故事不行，最主要的就是故事嘛。故事你没有经过打磨，你2个月你就出了，你只有10集你就开拍了，然后你甚至说你这个演员档期不够，我换下一个演员，我为了演员 A 我改剧本，你这改来改去，你就是完全就不行嘛。你这个就是草台班的这个问题吧。你可能10年以前这个人，你比如现在这个导演，可能10年以前他是场工啊，然后现在就当导演了。8年以前他是变成了场工组长，可能6年以前他就变成摄影师了。有个朋友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，大陆现在的电视剧你根本看不下去，拍的也不好，会出现这么一个烂剧，
而且你一定知道它是赔钱的，因为你投资一部戏，你少则2、3千万了吧，这都是2、3千万都是不叫钱了，那都不叫钱了，那都不叫钱了，3、5千万都算，对啊，多就1、2个亿了嘛，对。那你投入这么多钱，你明明就是都是已经是可预见的一个赔钱的东西，为什么？不，没有人，为什么还有人大家没有人会拍之前我就知道他会赔钱的呀？也是啊，是不是？对，是这么大的一个制作，每个人制作之前，他一定是知道是我要赚钱嘛，我会2倍、3倍的赚钱。你说那个第一天我拍之前就知道他是赔钱的，那就不是拍戏，那是在洗钱。是不是？我就通过剧组的钱，我需要把钱洗出来，那是另外一个概念，咱们不说，那是极少数、极个例。草台班的有，但是逐渐的现在为止呢，就是说草台班的不像以前了啊。你像前2年以前那个10年以前那个抗战剧、那个抗日雷剧，那是草台班的呀，你知道吗？还有人看。手撕鬼子，哎呦！我前几天还看了一个比手撕鬼子还牛逼抗日神剧啊！这个就战士啊，就这一个战士了，你知道吗？都死了，就剩这一个战士了。然后前面来了俩鬼子，但是我枪里只有1个子弹了我怎么办拿了一把刀把这个枪子弹打在这把刀上，这个子弹唰分开了，分别打入了鬼子的身上。这他妈就是把观众当傻逼吗？我觉得这不是编剧写出来的，编剧不会这么写的，这一定是导演拍出来的。编剧没有说写剧本的时候说你这1颗子弹你要打在刀上，你把它分2颗。你要是这种编剧写出来，他就是场工。我跟你讲，以前就是。妈呀，太好笑了！我觉得不会。你看咱们现在看韩剧可能看的多一些，包括最近这个奈飞出的就是台湾剧也看的多一些。对。你发现大陆的剧有一个特点，就是第1集都好看，前3集特别好看。对他把前面把节奏，前3集把你抓进来了，然后你会觉得我越看越没意思，越看越没意思，我就不想看了。不想看的时候，但是我还想知道结尾是什么。前3集好看的，这已经算是很良心了有的是前10分钟好看。对，但是你看韩剧韩剧的特点是什么呢？是前3集特别慢。就他把每一个人物都写足了，他把那个人物刻画的都很扎实。对，他前面没有大事件发生，他都是把整个这个人物每个人物讲得非常清楚。你会有时候觉得第1集可能看，哎呀这么慢看着都摁着头皮看，而且你还看不懂，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等你看了3集以后，你觉得你明白怎么回事了，然后你越看越爱看，越看越爱看，你就停不下来了。他敢这么拍，首先你的后边的故事肯定是要很强的嘛。第2就是你的这个演员的表演，你是可以让人看的。你要是像大陆有些演员演成那样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你根本你连看都不看嘛。这就说到了韩国，你看就是再小的制作，电影、电视剧，再没有名的演员，你就随便抓一个电视剧，你演员其实都演得很好。对啊，韩国的制作机制是什么呢？是说我编剧写个剧本，可能花2年时间、3年时间把剧本写了，我不断的在打磨，不断打磨。那我决定拍这个戏的时候，导演、编剧、演员提前3个月，来关起来，来围读剧本，然后演员专门这个剧组会有请老师、表演老师来培训这个演员，就只培训他这个角色怎么演，教他怎么演，是1对1的。对，因为韩国很多人都是，比如说男团、女团出身，他们都是唱歌出身的，他们可能不太会演戏，所以他需要教他，就是他会说3个月，我把这个角色教透了你了，然后你再去拍，拍的时候可能会很快，但是你已经相当于跟在舞台剧似的，你已经表演完了，打磨好了，你都知道怎么回事了，那你去拍，他当然这个剧他拍出来以后你就觉得每个角色，哇，这个演员把每个角色都演活了，对，这是韩国剧的特点。对，那中国剧是什么样的？中国剧是说，我告诉你一个最夸张的东西，中国剧其实真的有2种演员一种演员是说我拿到一个剧本，拿到一个，我会每天晚上会在剧本上做笔记。我看过有的演员的剧本那真的是就是这么一本剧本。我小姨就是他可能变成了一个，就是因为他每天写字儿，每天贴。对，我小时候天天看我小姨，就是那个读剧本他那个笔记都就是做到了标点符号，你知道吗？对，这是好演员。那
流量演员是流量明星是什么呢？我今天晚上到剧组了，我可能今天晚上坐飞机，晚上10点到剧组了，我到那儿了，先吃个饭，喝个酒，我哪有时间看剧本啊？我都不知道明天要拍什么。对，然后明天早上起来化妆的时候，让助理把剧本拿过来。他不是拿整本剧本啊，他只把他那几场戏给打印出来。打印出来以后，助理说：“你给我讲讲这人物是怎么回事？前面是个人物关系是怎么样，后边是怎么回事？”他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，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他都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哭，为什么他要激动，为什么他要和他吵架，对他都不知道。所以这就是大陆拍戏的一个现状。然后他还有那么多的代言综艺节目，我今天晚上拍完了，可能说：“哎呀，不行，明天早上我得赶去。”某某地儿，然后我去参加综艺节目去，然后后天我要去拍广告去，就是你所有的人是在一个很浮躁的一个状态下，就你知道很多演员拍戏是说他喜欢这个角色，他就是人生活在就是这个角色里边，对，就是他在剧组的时候是，而且就是拍完了以后很长时间都走不出来，对，而且人是不叫他的本名的，对，会叫他剧里的名字，他已经习惯这个剧里这个角色了，这是好演员，但是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，因为。就是太快了，就是太快餐文化了。流量为上的这个时代，就造成了现在这些畸形。你没办法，这些流量明星，我也不想被骂，我也不想就让人觉得就是说我怎么演的这么不好。但是你没办法，你流量为上，我的经纪人就是赶着我这么走，我就是要上午接完下午，因为我的花龄就2年，我2年以后可能就没人用我了，我的经纪人只能这么用我，我没有时间去打磨我的。这些东西我没有机会，与此同时我见到了钱了，我赚到了钱了，我的初心就可能不是要做一个好演员了。咱们刚才说到那个为什么大陆剧前3集好看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是一个是说本身剧本不行啊，这个是一个方面，还有一个方面是跟购片有关。我给你讲讲这个购片机制是怎么回事，因为购片买片子吗？就买片子，就电视台买片子，电视台买片子，首先拿到一个电视剧，他先看这个剧。演员是谁？演员有没有现在流量演员、流量明星？如果说有，那这个剧基本上80%我是要买了。然后导演是谁？或者你导演特别大咖，或者你演员特别大咖。你比如你导演你是说冯小刚监制的，你说郑晓龙拍的，那我基本上就肯定是买了。当然，你像郑晓龙拍的戏，他会很在意质量的，他不会乱拍的。然后我审剧是什么呢？因为每天那么多剧来审呀，我没有时间审啊。我只审头中尾，就是你把前3集、后3集、中间3集给我来审。那前3集你要没有打动我，让我觉得没有看下去，我就给你毙掉了。你知道很多戏是，比如说演员认可了，这个戏我要买了，但是买片的人说，哎呀，你这前3集不精彩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我曾经就这么干过这个事儿啊，把结尾，把大结局。咵挪到前面来，就先把这个故事最精彩的东西挪到前面来，因为买片的机制的问题，所以造成了就是你要把最好的东西都放在前3集。它这个审核机制也真的是审查机制，这个就不用说了，因为你这个东西每不好看，而且很多东西你拍不了，你根本就拍不了。为什么有些美剧有些东西它打动人？因为它最后的核心都落到了家庭，落到了个人。咱们小时候受的这个教育都是为社会服务，做社会的栋梁。对啊，这就是东西方价值观的问题嘛。对，小家是为大家服务的。对，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什么呢？是说我们工作，我们是为了国家服务，为了社会创造价值。我一直就不认可这个事儿。我为了国家，我为了社会，付出了一辈子。我自己的家我没有搞好，我根本就不幸福。那你这人就一辈子白活嘛？对啊，但是我如果说我以我的小家为中心，我的家庭富裕了，我的家庭富足了，我才有能力去为我的社会去做贡献。你的工作跟家庭其实是分开的，工作是为家庭服务的。美国的影视作品，你不管说中间经历了，比如说战争。我为了国家去打仗、出征打仗、去战争、贩毒，甚至怎么着？我最终的落点是落在家庭，一定是说，我活着回来了，然后我见到了我的爱人，对，见到了我的家人，他的所有落点一定是在家庭，他的核心一定是个人与家庭的小爱。我们说的是小爱，对，所有在中国拍的作品，全是最终没有落在个人身上的。内地的影视作品必须得有一个真善美的结局，对，就是坏
坏人必须死。对，然后就是你怎么死没关系，所以你看我们上次那个剧没设计死，那最后没办法，那得了就被车撞了。男一号跟这个原配，那你说男一号跟原配是不是从他谈恋爱到结婚是有感情的？对，是不是？对。然后有感情了，最后虽然他已经不好了，离婚了，不好了，到最后被车撞伤的时候，到医院的时候，然后这个男一号去看这个他的原配，我是不是可以说一些就是比如说怀念一些我们之前这些情感的事儿？那审片说不行，你说了这个，你就是在美化你这个坏人，所以把那些台词都给丢掉了，然后就用音乐来代替了。然后你还不能男一号有特别悲伤的感情，因为他已经是坏人了。这是什么逻辑？这是人情，那人情都没有了吗？就是不是？那你就不好看了。不是说没有才华的人，有很多，有太多有才华的编剧、导演、演员了。他为什么就是能出来的好看的剧就凤毛麟角？我说句难听的，就审核的这批人什么时候死啊？还没死吗？我跟你讲，这个还不是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还是，其实你看咱们说还是说奈飞。你看啊，这个就不放到那个公共平台上了，因为我在咒他们死。对，不放这个，还是说奈飞天天忙的事儿，就是在有一个剧本在改，但这个剧本是可能要给奈飞的，是在台湾拍的，是在基隆拍的，基隆啊，奈飞这个机制跟国内的这个媒体平台的机制，它为什么有区别？国内的这个新媒体平台，这个网络媒体有一部分会员收入，还有大部分是靠广告收益。整个如果经济不好，你看疫情的时候，全世界经济都不好，广告没有收益的时候，那你的平台就收益少，那所以你的制作经费就少，所以你的制作质量就会有下降。那奈飞这个机制，它是靠会员收费的。你看现在美国呀，全世界打击这个共享会员，你现在都不能共享了，你现在必须要买会员。那你买会员以后，它推出了什么4K 版的啊，什么这个高清版的啊，这个正常标清版的会员价钱不一样。那你标清版的你要看广告，你高清版的你就不用看广告。就它这个机制是好的，它是因为有足够的会员经费进来以后，它才能有钱，我去投资，拍影视作品。韩国就是最典型的奈飞，把韩国用5年的时间把它扶植起来了，但现在韩国的水涨船高了，太贵了，所以现在奈飞在北美市场其实饱和了，因为北美人看东西就这么多人了，没有太多人再买了。他现在要打造亚洲市场，那奈飞现在跟台湾政府成立了一个奈飞基金，就他要扶持，就打造华语市场。华语市场它为什么它进不了中国？是因为中国审查机制太严格了，因为它的很多东西在中国是不能放的，所以它打造华语市场、亚洲市场，它最重要的市场现在是在台湾。对，你看现在很多台湾的电影、电视剧都跟奈飞在合作了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未来5年，其实台湾的影视会有一个真的一个质的一个飞跃。话说回来到吴康仁吧，就希望吴康仁他能坚守底线。就说一个现实问题，你比如说我们以前我们说想找吴康仁，但我们现在就要考虑他是不是有很多局限，他是不是有很多话不能说，他有很多局限性。那作为大陆的经纪公司，他也会想，我现在让你这个演员，本来我在大陆已经戏很多了，我让你去拍一个台湾的电视剧，拍一个奈飞的电视剧，或者拍一个美国的什么电影，他也会想，那你拍这个东西时候，万一你哪句话说的不对了，你把我大陆的整个这个乐给毁掉了，所以这就是变成了两边是变成一个对立的方面了。那你说他是不是就失去了国际机会了？所以鱼和熊掌不能兼得。我们为什么会提起这个话题来？就是我们真的是非常希望他能有一个好的发展，因为我太喜欢他了。他那天还跟我说我们现在搞这个剧本，因为他是专门把这个剧本改成了基隆嘛。他那天还跟我说，哎，咱们要是能找吴康仁就好了。然后第二天就说吴康仁签大陆公司了，我说还咋找啊？对于他来讲，其实他就是在某一方面他会缺失了，但是在他的价值观里边，他会认为我在剩下的这些演艺生涯里边，那我需要挣钱了。那他当然选择去挣钱了，所以他的选择没有错误。所以富贵就是一竿子把他定义为他是想要去挣钱，不是，他就是要去挣钱。的确是，你知道在大陆影视行业真挣钱啊，真挣钱，真挣钱啊！不要说什么我们在台湾也能赚钱，不，影视行业你只要到达一个程度，你在大陆是
真挣钱。对，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比如你现在找武康人，即便是说经纪公司也同意这个角色，你也同意了，但是价格不一样了。他以前在台湾可能是这个价格，现在变成大陆经纪公司了，他价格可能就真的翻3倍了。那你还会请他吗？你当然不会了。你就换上李安导演，他也得想想啊，你这么贵，我请不起了。一星的那个老板是原来范冰冰的宣传，杨天真，对，杨天真，对。那还行啊，那还可以的。的确，前面有很多就是台湾的艺人去大陆发展，的确是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。王耀庆，但是王耀庆，我跟你说，王耀庆他可能在台湾不怎么样，但是他在大陆还是发展的挺好的。但是你知道他永远是一个，就是王耀庆的这个身份，永远就是一个公司老板。你不觉得他的戏路就越来越窄吗？王耀庆在台湾有名吗？我觉得挺有名的吧。在台湾大家认识他吗？大家认识王耀庆吗？在台湾，我觉得他肯定是有一定知名度的。台湾艺人在大陆发展好的是0，就是没有发展特别好的。武康人，我们拭目以待。我们预祝武康人发展越来越好，多赚钱，多赚钱。拜拜，拜拜了，您嘞！我妈呀，咱这一瓶酒喝完了，这里边还是有那个 crystal， 你看底下是有一些这个 crystal 结晶。然后呢，我当时我说，我靠，这玻璃碴子嘛，因为我不懂嘛，然后还给人家，因为我们这个酒庄，我们都是买的那个会员嘛，就每个季度他都会给我们寄4瓶酒。我喝到最后，然后关键是富贵当时还一下我们俩在家喝，咵干了以后，然后嘴巴里有玻璃碴子。他们那个 manager， 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看这酒里边有玻璃碴子，我说我老公舌头差点给划破了。然后他跟我说，哎呀，对不起，你这真不是玻璃碴子，这是这个酒生产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什么结晶。来了各种文献哈，就是说这不是玻璃碴子，是结晶，就是喝的时候要小心点。然后，但是人家还是赔了我1瓶酒。没有，寄了4瓶。人家这个意思告诉你，就是我送你4瓶酒，我教会你这个教会你这个知识，你这个乡巴佬，这不是玻璃碴子，我们正规大厂、大品牌，能有4瓶酒就是很高兴的。对，是。所以这个又回到这个面子了，你不用在乎面子。因为你不懂，我不懂，你就说，然后人家解释那个方式也都是，就是让我觉得，哎，哦，是这样、啊。对，你既学到了知识，你还拿到了4瓶酒。你重点是拿了4瓶酒。行吧，就这吧，这占了便宜的表情。拜拜。拜拜。